我们台湾该如何克制登陆作战？根据防务部前不久的公告，台美在今年6月份悄无声息地签署了一份反装甲飞弹采购合约。大家猜猜总价是多少？整整90.1亿元新台币。虽然军方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合约是新增购案还是原案的再扩充，也没有说明采购的是托式2B 飞弹还是标枪飞弹，但有一点内容是毋庸置疑的：面对敌方未来可能到来的登陆，台湾的作战手段很干脆，集合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与飞弹，将敌人拒之门外。那么这份台美合签的反装甲飞弹购案中，到底有哪些护台重器？他们又将如何提升台湾的反登陆战力？想搞清楚防务部到底签了哪些飞弹，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放在最近几次开展的实弹射击操演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套射击命中率高得吓人的托式2B 飞弹。在很多人过去的刻板印象里，托式飞弹似乎是一种上了年纪的老旧武器，可以送进博物馆展览那种。但请注意，这次防务部疯狂加码的是美军现役最新、最顶尖的反装甲型号托式2B 型飞弹。它最大的性能特色在于彻底打破了传统陶式飞弹的物理枷锁，具备了高带宽的无线射频引导以及无解的顶攻能力，最大有效射程更是跨越到了恐怖的4.5公里。传统的托式飞弹之所以叫托式，是因为在它发射后，导弹屁股后面必须拖着2条长长的由特殊合金制成的铜线，射手在飞弹飞行的数十秒内必须呆呆地伫立在发射阵地上，用光学瞄准具死死咬住目标，通过铜线向飞弹传输修正信号。而全新的托式2B彻底淘汰了愚蠢的铜线引导，升级为无线射频引导。这不但让飞弹的飞行姿态更加稳定，飞行速度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它不再受限于传统铜线容易挂钩的限制，能够更有效地摧毁敌方装甲车辆、泛水2栖突击载具，甚至是浮渡中的抢滩登陆舰艇。更让对手2栖装甲兵闻风丧胆的是托式2B的顶攻机制。当托式2B飞弹在超远距离外被激发后，它不再采用传统的平直俯冲弹道去撞击坦克或2栖突击车防御最厚实的正面主装甲，而是以一种特有的掠飞姿态，从目标上方几公尺的高度呼啸掠过。飞弹内部配备了极其灵敏的磁性与激光复合传感器，在飞弹掠过目标头顶的1/1000秒内，传感器会瞬间识别下方钢铁载具的物理轮廓，然后瞬间引爆高能成型装药弹头。在如此猛烈的冲击下，敌方只有区区几十毫米顶部装甲的2栖载具简直就是纸糊的玩具，瞬间就会被贯穿，然后发生连锁殉爆。配合4.5公里的超长射程，只要敌方的2栖突击阵队敢在海面上排开阵型，试图泛水强攻，托式2B就能编织起一张超远程海面掠飞断头台，整个海滩遍地都将是 cos 路易16的登陆艇。不过，如果你只认为托式2B就是台湾防务系统最强的底牌，那就太小看防务部的手段了。在重型托式2B之后，还藏着一套大名鼎鼎的 FGM-148标枪导弹，它将不对称防御战略玩到了极致。作为全球首款投入量产并大规模服役的轻型步兵反装甲飞弹，标枪飞弹同样充满了火力的美感。作为世界上第一种采用了焦平面阵列技术的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标枪系统配备了一个分辨率极高的红外线成像搜寻器，在白昼和黑夜锁定了敌方装甲热特征后，飞弹一经发射，内部的微处理器就会独立接管后续飞行导引算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做到完全不需要任何导引线，完全实现事后不理。在导弹发射后的1/1000秒内，操作士兵就可以立刻连滚带爬地寻找周围的坚固隐蔽，或者直接抽身撤离阵地。这比起必须留在原地引导导弹的旧式系统，极大地提升了射手在现代火网下的战场生存率。在弹头结构上，标枪导弹采用了精心制造的2枚锥形装药纵列弹头。当前一枚前置弹头接触目标时，它会首先引爆现代坦克普遍装备的爆炸性反应装甲，从而为紧随其后的主弹头扫清障碍。主弹头随后在裸露的基本装甲上引爆，释放出无坚不摧的巨能射流，贯穿基本装甲。标枪设计的目标是能够贯穿世界上任何现役坦克的装甲。美军甚至曾在公认防御力最高的主战坦克之一 M1 艾布兰坦克上实施过实弹摧毁测试。由于配备了降维打击的顶部攻击模式，标枪导弹在测试中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己方的艾布兰坦克。而在漫长的实战历程中，标枪导弹同样留下了大片装甲残骸。它曾广泛用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当时伊拉克军队装备的 T-72坦克和690坦克造成了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军特种部队和常规步兵更是灵活地利用标枪导弹进行反叛乱作战，在超远距离上精准摧毁敌军搭建的 DSHK 重机枪阵地或 B-10无后坐力炮。
完美地填补了步兵手中 AT-4 火箭筒以及 M203 榴弹发射器射程明显不足的战术空缺。随后，标枪导弹亦被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叙利亚内战的复杂城市战与荒漠遭遇战中频繁使用。至于俄乌战场，标枪导弹同样成为了俄军永远不愿回忆的噩梦。当时，多个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紧急供应了过千枚标枪导弹，这些导弹一进入战场就取得了卓越战绩。根据目前已知确凿的战场统计，有超过230部俄军主战坦克及各型装甲车辆被乌军的标枪导弹重创或彻底摧毁，有部分在丧失战斗力后直接被乌军缴获。根据目前为止的统计，乌军在实战中所发射的112枚标枪导弹当中，就有整整100枚精准命中了目标。而标枪导弹对于台湾反登陆防卫而言，还有2个无法替代的优点。首先是它堪称艺术的软式发射系统。传统的反坦克火箭筒或导弹属于硬式发射，导弹在筒内直接点火，会产生巨大的筒后尾焰。如果射手试图在一个狭小的阵地点发射，有极大概率伤害甚至直接震死操作人员。标枪导弹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是利用一个微型的手机推力火药，将导弹温柔地弹出火箭筒。等飞离操作者一段安全的物理距离之后，导弹尾部的固体火箭引擎才会真正点燃轰鸣。这使得敌方很难通过发射时第一时间锁定发射者。其次是它在重量与机动性的优秀平衡。与那些极其累赘的重型反坦克武器系统相比，标枪的单兵携带优势显而易见。例如，同样优秀的突式导弹，如果要在地面部署，必须依赖沉重三脚架。步兵在没有载具的情况下，需要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去进行组装和射前准备。而标枪导弹虽然在单兵武器里算得上沉重，但它可以轻易将主要部件分拆，并在需要时由2名士兵在几秒内轻易组装完成。在2016年6月英国实施的射击测试中，几名士兵轻松组装的标枪导弹，然后对5个距离在 1.2 至 4.3 公里之间的移动与固定目标进行了跨海跨陆攻击，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100%。不过最让我兴奋的是，军方在增购标枪飞弹的同时，还有很大可能打包采购了轻量型发射器。别小看这个名字似乎很陌生的东西，它是整个标枪武器系统的下一代数字化大脑。设计具有超强适应性和向下相容性，可以毫无障碍地与新旧各型号标枪飞弹配合使用。手握 LWCLU 的防卫士兵几乎都具备了昼夜全天候的广阔监视能力，在敌方2骑突击车完全抓下的超远距离外，提前将对方的形态、吨位认得清清楚楚，并在暗影中冷静地扣动扳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士兵的战场监视与猎杀能力。在反登陆作战中，单兵导弹和阵地飞弹负责的是精准点杀。而要想在大范围内对抢滩上岸的轻型装甲机群实施打击，就必须依赖战场上的战争之神重型自走炮。这也正是卓荣泰院长的战略报告中提到的，与反装甲飞弹并列优先级的 M109 系列155毫米自走炮。作为美国研制的一种中型155毫米口径履带式自走炮 ，M109 于1963年正式开始进入美国陆军服役。半个世纪以来，专职提供师和旅级部队所需要的强大驱势火力支援。从1963年正式量产至今，该系列在全世界的生产总数已经跨越了惊人的7000辆以上，全球使用国超过30个，是公认在1970至1990年代北约的标准自走炮标杆。为了持续满足21世纪高度信息化战场的作战需求， M109 系列一直在进行性能提升与改良计划，其最新的实验改良型已经演进到了 M109A8，而这也是台湾引进的重型反登陆作战杀器。从装甲与结构设计的工程学视角来看， M109 自走炮的车体结构与庞大的全封闭炮塔全部是由厚度为20毫米的5083特种铝合金打造，全车采用了全封闭式战斗式设计。虽然在早期的构型中，为了追求极致的减重，其内部弹药库并未设置独立的安全防护隔舱设计，也没有配备高规格的核生化防护装置，但这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术红利。得益于全焊接的铝合金车体以及极低自重， M109 自走炮天生就具备了2栖浮油与射渡能力。在没有任何特殊外部准备的传统情况下， M109 可以直接涉渡河流，使用自身粗壮的履带作为水面滑行动力来源，以每小时大约6公里的航速进行自主的2栖登陆与涉水泛渡作业。在澎湃的动力心脏方面， M109 采用了底特律柴油引擎公司的8V71型液冷式涡轮增压传动系统，还匹配了通用享誉全球的 XTG411-4A 型交叉驱动变速箱。这套成熟、耐操且扭矩巨大的动力组合，让数十吨重的钢铁战车在泥泞、沙滩和山地中如履平地。当然， M109 最核心的灵魂依然是它那门傲视群雄的火炮系统。
它早期采用了一门 M126型155毫米重型榴弹炮，装载 M145观测塔上的 M117型周视镜，负责为远程驱射提供精确的视野。而安装在火炮左侧的 M118C 型直射瞄准镜，则赋予了这尊巨炮肉搏式的直瞄射击能力。在射击最经典的 M107高爆榴弹时，其最大有效射程可达14600米。为了保障高强度射击下的弹药补给效率，炮塔两侧各贴心地开设了一扇宽大的舱门，而后方则设置有2扇巨大的双开舱门，专门供后勤补给车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源源不断地向车内高效率递送大口径155毫米炮弹，确保倾泻而下的炮火正义永不停歇。在这样的火力配置下，这门巨炮将成为我们台湾反登陆作战中最让敌人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看到这儿，估计不少朋友要忍不住发问：这样的火力对于仅仅为了增强反登陆战力而言，是否有点过头？我只能说，大家还是没有看懂防务部的这一步棋。当我们把行政院报告中提及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最新的 M109A7 先进自走炮，以及无线托式2B 和下一代标枪飞弹全部放在同一张战略大棋盘上时，就会发现一个专为现代化2栖抢滩作战量身定制的全域联防重层核组火力歼灭网正在缓缓浮现出来。当敌方的庞大2栖登陆编队还在对岸的港口集结，或者尚在数百公里外的纵深集结海域时，具备极高战场机动性和数字化火控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就可以配合长程战术飞弹在大海上形成火力覆盖网络。而当敌方泛水编队凭借着数量优势拼死冲过远海阻击，进入海防线数十公里内的近海压制区时，部署在海岸纵深的 M109将瞬间借助数字化火网的统一指挥，向海面上的泛水装甲多次倾泻铺天盖地的大口径高爆榴弹，用密集的弹片和冲天水墙在近海将敌方的建制彻底打散打残。最后，一旦有零星的敌方2栖突击车拼死穿过漫天的驱射炮火硝烟，强行在滩头或港口突击上岸，试图建立脆弱的立足点时，等待他们的将是早已在海岸线构筑好交叉火网的无数托式2B飞弹以及标枪反装甲飞弹。当危险尚未来临前，我们提前就构筑无解的火力防线，那么敌人将始终要考量他们发动进攻的代价能否承受得起。当然，我也相信，当威胁真正临头的那一刻，台湾海量的现代科技利刃与充沛的自主战备底牌将化作最坚固的钢铁长城，让一切来犯之敌在滩头灰飞烟灭。防务部这一步棋走得很贵，但也很稳，很让人安心。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除了视频中提到的反装甲飞弹和自走炮，那笔高达90.1亿元的大订单还会有哪些惊喜？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